第104章离去之前。望着那站在水幕下，然而衣衫却毫无一点水渍的萧炎，若琳导师脸颊上的震惊缓缓收敛，再次深深地看了一眼那笑盈盈的少年，柔声道：小家伙果然有些本事，我倒是有些走眼了。嘿嘿，侥幸而已，若是导师肯使用全力，我肯定走不出3回合。烧了烧头，萧炎笑道：若是对付一名4星斗者的新生，还要动用全力，你还想不想让我在学院混呢？闻言，若琳导师白了萧炎一眼，嗔道：既然你达到了我所要求的条件，那1年的假期便给你吧。轻叹着摇了摇头，若琳导师有些无奈的道：显然萧炎虽然达到了条件，可让他批准1年的假期，他依然有些不情愿。嘿嘿，多谢若琳导师成全了。闻言，萧炎心中重重的松了一口气，面容上充斥着欣喜。唉，别人巴不得在学院多待点时间，可你这小怪胎却要请这么久的长假，真是让人头疼。回学院后，关于你这假期的问题，我还得忙活好一阵呢。瞧着萧炎那兴奋的模样，若琳导师苦笑道。萧炎尴尬地笑了笑，却是保持了沉默。那种事他并不想多说。好了，今天的招生便到此结束吧，剩下的7天时间，我们会一直在城中持续招生。望着萧炎没有解释的意思，若琳导师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收起长鞭，柔声道。萧炎微微点了点头，到的现在，心头的大石终于完全地放了下去。现在乌坦城的事情差不多都已经解决，只要再准备2、3日，他便能放心地随药老外出修行历练了。导师，在乌坦城的这段时间，去我们萧家居住吧。望着那打算转身回走的若琳导师，萧玉急忙跑上前来，拉着他的手臂，娇笑道：去萧家？微微一愣，若琳导师黛眉轻蹙，迟疑道：迦南学院在乌坦城有特定的接待处，而且去萧家会不会有些打扰了呀？呵呵，没关系，能请到迦南学院的导师是我们萧家的福气。我想，若是知道若琳导师愿意去萧家做客，萧家上下会很高兴的。缓缓走上前来，萧炎微笑道：作为斗气大陆闻名的学院，迦南学院在加玛帝国的影响力极为巨大，论起实力来，就算是米特尔拍卖场与之也是相差甚远。作为一种超然的强大势力，迦南学院看待乌坦城的这些地方势力，无疑将会是一种俯视的心态。而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历年的招生队伍很少与乌坦城中的势力打交道，更别提接受哪方势力的邀请，直接入驻到地方家族之中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城中的各方势力也非常有自知自明，他们知道两者间的差距，弱者难道还想奢望强者对其客气有礼吗？有了这种思想，乌坦城的各方势力也并没有脑子发热的去用热脸贴冷屁股，所以对于迦南学院的招生队伍，他们也都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既不敢招惹，也不敢厚脸皮去粘关系，免得到头来反而被人嘲笑。在乌坦城生活了10多年，萧炎自然非常清楚迦南学院的招生队伍属于何种超然的势力。如果能让德若琳导师入驻萧家，那么萧家在乌坦城中的影响力则将会借此再次稳步上升，甚至不会弱过米特尔拍卖场。以若琳导师的特殊身份，别说是入驻萧家，只要是随便与哪个小势力表现出几分好感的话，恐怕第2天那名不见经传的小势力就将会感受到门庭若市的滋味。虽然这般说有些夸张，不过毕竟若琳导师手中掌握着是否能够进入迦南学院的命脉，这对于那些急着想要把子女送进来的人来说，只要有任何一点机会都不会轻易放弃。所以只要若琳导师接受了萧炎的邀请入驻萧家，那么乌坦城的许多势力都将会因此对萧家多出几分讨好之意。前段时间萧家疗伤药的暴力太过雄厚，现在若是能够让得若琳导师表现出对萧家的好感，那么萧家前段时间过度发展的一些弊端则将会被完美解决。只是暂时居住几天时间，便能给萧家带来这般多的好处，所以难怪萧炎也会不有余力的竭力推荐。听得萧炎开口，若琳导师微抿着红润的小嘴，以他的经验，自然能够知道他的身份在乌坦城有种何种影响力。按常理来说，
往年的招生导师一般不会理会城中的这些势力，不过现在萧炎亲自开口，却是让得若琳导师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对于这位堪称迦南学院最近100年内潜力值最优的学生，他可不会随意将他的话语无视，不然一旦这小家伙发气跑了，他可就难以再找到如此杰出的学生了。蹙着黛眉沉吟了片刻，若琳导师轻点了点头，笑盈盈的道：好吧，那便打扰萧家几日吧。见到若琳导师点头答应，萧玉顿时扬起了笑脸，笑嘻嘻地抱着前者那柔软的柳腰。萝卜，你与哥俩他们便先回接待处吧，明日继续来此处，记住，可不要给我惹事。宠溺地拍了拍萧玉的脑袋，若琳导师偏头对着帐篷处的罗布一堆人吩咐道：脸庞干涩地点了点头，望着那娇笑打闹着逐渐远去的一群女子背影，罗布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玉没邀请他们，他们自然也没脸强行跟上去，所以没有了美人相陪的一众男生都只得萎靡地收拾好东西，旋即全身无力地对着广场另外一边行出。当听的迦南学院招生导师来到萧家的消息后，议事厅内正在商议事情的萧战以及3位长老顿时愣了下来，片刻之后皆是满脸惊喜地站起身子，对视了一眼，旋即连忙出了大厅，赶至家族大门处，满脸笑容地将门口处的一众俏丽女子引进了家族。在萧炎的介绍下，双方终于获得初步认识。而在得知若琳导师等人来此处的目的之后，萧战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立刻遣人去后院准备空房。这般干脆利落的举动也博得若琳导师等人不少好感。家族中忽然多出了一批容貌俏丽的迦南学院高材生，族内的气氛顿时热闹了许多，不少年轻族人都是拥了过来，目光不断地在一众俏丽女生身上扫过，并且对那被众女围在中间不断问这问那的萧炎投去献极的视线。夜色逐渐降临，作为主人家，萧家自然是拿出了最高格的待遇。而在晚饭过后，见到双方谈话还算热切，累了一整天的萧炎也是找了个借口，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全身疲软的一头栽在了柔软的床榻之上。今日与若琳导师的那场战斗，虽说最后有着要老的相助，可却也让得他身心疲惫。清晨的阳光从窗户中洒进，将房间照得颇为明亮。床榻上，少年睡眼朦胧地坐起身子，愣了片刻之后，方才连连打着哈欠爬下床，简简单单地洗漱了一番。药老，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将脸上的水迹擦净，萧炎随口询问道。待会出去准备一些东西吧，淡水、干粮、帐篷、驱虫伞、低级药材以及一些疗伤、回气的丹药，都是修行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你得准备完全，毕竟我们或许会度过一段时间不短的深山生活。虚幻的药老突兀地出现在桌旁的椅上，淡淡说道：嘿嘿，我很期待。将衣衫飞快地套在身上，萧炎笑道。望着萧炎那副跃跃欲试的模样，药老挑了挑眉，轻声道：从出生到现在，你从没经历过生死战斗，人的潜力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才会犹如火山一般爆发。像你以前那般不温不火的修炼，恐怕永远难以成为真正的强者。修炼天赋你并不欠缺，你所欠缺的是铁与血的历练。随意地把玩着手中的茶杯，药老瞥了一眼穿衣速度缓缓变慢的萧炎，淡淡的道：只有成功经过血的磨练，你才会真正的进行脱变。萧炎拳头缓缓紧握，对着药老笑着扬起脸庞：我相信自己能通过，有信心就好。药老轻笑着点了点头，他也很满意萧炎的自信。嘿嘿，不过老师，你上次说的地阶斗技什么时候交给我啊？萧炎嘿嘿一笑，凑上前来，满脸垂涎的笑问道。他对那地阶斗技可算是向往很久了。斜瞥了一眼笑眯眯的萧炎，药老苍老的脸庞上扬起一抹戏谑：放心吧，既然说了会交给你，那我就不会食言，等离开了乌坦城，嘿嘿，你就等着给我慢慢学吧。瞧着药老这副模样，萧炎心头顿时闪过一抹不妙的感觉，干笑了2声，不再废话，将所有东西揣进怀中，然后拉开房门走了出去。此时的若琳导师等人已经再次赶去了昨天的广场，进行着今天的招生，所以家族中再次变得空荡了许多。
随意的拐过几条小路，萧炎大摇大摆地走出家族大门，望着门外的场景，却是忽然一愣。只见那大门之外的宽敞通道上，此时已是车辆拥挤，在那些外表华丽的马车之上，印有不少徽章。从这些徽章来看，萧炎能够认出，这些大多都是乌坦城一些实力不弱的势力。这些家伙的消息还真快，惊叹地摇了摇头。萧炎再次领略到，迦南学院的招生导师对乌坦城来说，拥有何种强大的影响力了。目光随意地瞟了瞟，萧炎便是收回了目光，没有再理会这些人，径直扬长而去。行走在因为迦南学院的招生而变得热闹之极的街道之上，萧炎慢吞吞地对着城中心的拍卖场行去。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依然是不厌其烦地套上了黑色的大斗篷，然后这才放心地走进人气比平日更火爆的拍卖场中。拍卖会后客厅，亚飞优雅地坐在椅上，右脚搭在左腿之上，长长的旗袍下方露出一截诱人的雪白。此时的亚飞玉手正拿着一卷长长的纸张，好片刻后方才把上面的材料看完，妩媚的脸颊上浮现一抹惊异，抬起头望着身旁的黑袍人，愕然道：萧炎弟弟，你怎么弄这么多野外所需的物资？难道打算出远门不成？我这几天就要离开乌坦城，或许1-2年才会回来。轻轻抿了一口茶水，萧炎轻笑道：1-2年？闻言，亚飞再次一愣，惊道：怎要这么久？你打算干什么？哼，我现在也成年了，所以想出去历练历练，一直困在这小小的乌坦城，实非我所愿。萧炎淡淡的笑道：唉，以你的修炼天赋，一直留在乌坦城，也的确难以成为真正的强者。微微点了点头，亚飞轻声道：那位神秘炼药师也会和你一起走吧？沉默了一会，亚飞问道：他是我的老师？难怪，恍然的点了点头。亚飞深深的看了一眼萧炎，沉吟道：那你也应该能算是一名炼药师吧？萧家的疗伤药便是我自己炼制的。萧炎这次并未再有半点隐瞒，笑道：呵呵，古尼叔叔从那凝血散的炼制程度中便看出了一些端倪，只是他并不知道你与那名炼药师的关系，所以并没有猜到你头上来。对于萧炎这话，亚飞却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惊讶。显然他事先已经猜出了一些东西。麻烦帮我把物资准备好吧，所需要的钱便从卡中扣去吧，别拒绝，我并不想走前再欠些人情。从怀中掏出一张淡金色的卡片，萧炎将之递向亚飞，卡中有40多万金币，全是与萧家销售疗伤药所分成的利润。好吧，有些无奈的点了点头。亚飞只得接过卡片，挥手叫来一名侍女，将卡片与纸张交由他，吩咐其速速前去办理。我走后，希望米特尔拍卖场能多多照料一下萧家，日后若是亚飞姐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萧炎不会推迟。抬起头望着面前这堪称尤物的妩媚女人，萧炎微笑道：哼，既然你都叫了声亚飞姐，我又怎好意思拒绝？而且一名潜力无限的炼药师，就算是赔上了姐姐自己，我也只得竭力讨好啊。萧炎一声比往日多了几分诚意的称呼，让得亚飞狭长的美眸弯起迷人的开心弧度，玉手托着香腮，眸子盯着少年那露出黑袍一角的清秀脸庞，修长的睫毛颤抖般的轻眨了眨，淡淡的妩媚诱惑浮现在那张妖娆的成熟俏脸之上。泛着诱惑的酥麻声音让得萧炎心间颤了颤，旋即苦笑着摇了摇头，这女人简直就是个专为勾引男人的天生尤物，若是换个无人的地方以及定力稍差的男子，恐怕早已经忍不住心头的欲火，将之强行按在地上给办了。呵呵，不逗你玩了。黑袍下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让得亚飞红润的嘴唇挑起一抹得意的轻笑。他很喜欢让得这位冷静的有些过分的少年在他面前露出这个年龄本该有的青涩与害羞。萧炎弟弟，我很期待，当你再次回到乌坦城时，将会达到何种级别？玉容上的妩媚笑意忽然一收，亚飞轻声道：我也蛮期待的。微微一笑，萧炎抬头望着纱帘之外那快步走来的侍女，缓缓坐起身子，
摆了摆手，笑道：“我走了，这恐怕是告别之前的最后一次来你这里了。”莹莹站起身，亚飞俏生生地立在萧炎身前，望着这相处了1-2年的少年。虽然两人间的关系大多是以合作计算，不过对于这比自己小了几岁的淡然少年，亚飞心中却总是有几分另类的喜爱。这并不算是男女间的情感，反而更有些类似一种姐弟情感。伸出玉手，亚飞轻轻拍了拍萧炎的肩膀，灵动眸子中略微有些伤感：“保重。”抬起眼，萧炎定定地望着这位在乌坦城几乎无人不知的大美人，忽地轻笑了笑，上前一步，忽然伸出手臂，轻轻地揽住后者那充满诱惑的水蛇腰肢。手臂环着这不知被乌坦城多少男人垂涎的完美腰肢，萧炎能够感受到，在他抱着亚飞之时，后者的身体生硬地僵了起来，好片刻后方才再度恢复柔软。愣愣地立在原地，亚飞被萧炎这特殊的告别动作搞得俏脸微红。不过好在萧炎并未有进一步的举动，不然他还真的会以为这小家伙是不是忽然间色心大涨了。“亚飞姐，保重！我知道你的身份应该不只是一个首席拍卖师，不过我还是要非常认真地说一句。”下巴抵在亚飞的香肩上，萧炎深嗅着那股淡淡的体香，嘴角挑起一抹戏谑：“以后千万不要被别的男人这么抱着你，因为除了我之外，其他的男人在抱你的时候，脑子里肯定想的是如何把你推上床。”闻言，亚飞一怔，旋即俏脸飞上一抹诱人绯红，嗔道：“小家伙，竟然敢取笑我，我看你恐怕才是这么想的。”哈哈，大笑了2声，萧炎不再贪恋手中的柔软，毫不留恋地收回手掌，对着亚飞扬了扬手，径直转身对外行去。“亚飞姐，再见了，1年后再见。”轻笑了一声，萧炎走到门口处那因为他与亚飞先前那亲昵的动作而目瞪口呆的侍女身旁，笑眯眯地从银盘中拿过淡金色卡片与2枚小小的纳戒，轻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头也不回地对着拍卖场之外行去。望着那逐渐消失在转角之处的背影，亚飞俏脸上的绯红方才逐渐淡去，玉手在先前萧炎手掌握处抚了抚，那里似乎有着淡淡的热温残留，异样的感觉让得亚飞脚尖泛着酥麻。还真是个色胆包天的小家伙，不过我真的很期待你的归来，这么好的合作伙伴，我可不想失去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回来之时你能爬到何种地步？